星汉灿烂中，每个人物都很饱满、很矛盾，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所有人都在偏袒谁的同时，依旧给自己留有后路。所有人都责怪凌不疑为了复仇却抛弃了袅袅。可是看着霍家满门被灭，悲灵如山，认贼作父，从小积累的这些怨恨，提到霍家人时的眼泪，这些并不是一个袅袅就能抵消得了的。可以承认，爱情的确很伟大，伟大到让凌不疑有了烟火气，让凌不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让她不再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有了自己的小女娘。但若只是为了爱情忘记所有的仇恨，这就不是凌不疑了。凌不疑即使为了袅袅报仇打了那8个人，背后依旧有着自己复仇的小心思，更别说要和袅袅归隐了，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使得观众明明看着非常甜的剧情，嗑着最甜的糖，却满是悲伤，非常矛盾。他也曾想过借助皇家势力来惩处恶人，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呢？皇上倒是心疼他，作为养父处处为他考虑，偏袒他，关心他，嘴上一个或凶或凶的叫着，等到发现小月侯和此事有关系时，依旧是朕不杀你，就连岳飞都说瞧不起。皇上依旧是优柔寡断，他的底线永远都是天下太平。在天下太平面前，凌不疑什么也不算，使得凌不疑越来越失望。再说说岳飞，三观正得不得了，也是一口一个报答霍兄，可是面对自己的兄长犯错时，依旧偏袒自己的家人，大义灭亲的背后是想让兄长主动认错。半夜宣召凌不疑说要帮他杀了兄长，也是变相的阻止他杀死兄长。不然小月侯的结局便和雍王的下场一模一样。文帝、岳飞、凌不疑、小月侯4个人中，只有凌不疑最在乎事情真相，其他3人都有自己的算盘。这也激起了凌不疑对文帝的失望，断了凌不疑的希望。小月侯的下场尚且如此，那么凌毅如今在朝堂的地位和凌家广结亲缘的关系网越来越大的原因，在铁证的面前下，文帝又会怎么处置凌毅呢？凌不疑曾经也想过走法律途径，但是法律途径那方说要废除死刑，文帝的心思彻底把凌不疑逼上了不归路。在文帝看来，先论君臣，后论父子，身为皇帝，天下安定，再不起风雨，比任何人的仇都重要。身为义父，又因为愧疚给予凌不疑滔天的权势，什么过程、方式、冤屈、真相、结果，通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江山和朝廷的稳定。我很喜欢剧里的孤城案的改变，凌不疑一个一个杀回来，他的恨越来越深，但他也越来越绝望。小月侯可以不死，但是凌氏一族必须灭族，他也越来越明白文帝不会帮他灭族，所以他只能自己来。所有人都说爱凌不疑，感恩霍家为这个天下所做的一切，若是没有了利益纠葛，个个都是慈眉善目、好人善人，若一旦牵扯权力势力，全都是开始变得身不由己，有的更是坏事做尽。程少商是凌不疑的太阳，有着太阳照耀才能驱除寒气，可是除了白天还会有黑夜，再美的月亮依旧无法照亮整个黑夜。可每当黑夜开始时，凌不疑的痛苦没人能体会到，只有他自己明明白白。凌不疑除了程少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他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家人和朋友。但他的世界里不能没有程少商。程少商女扮男装到军营找凌不疑，袅袅主动吻了子胜。凌不疑想给袅袅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家，预知凯旋功劳跟文帝要了一大片土地，打算让建造小能手袅袅自己设计宅邸，还约定在此生儿育女，慢慢变老。程少商含泪吻住凌不疑，以后你我的住宅就在这儿，你想怎么建都依你，以后这里便是你我的家。我喜欢，我很喜欢。凌不疑开脖在即，程少商亲手缝制了铠甲送于子胜，并深情表白，我做这个是为了提醒你，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自己是有心腹的人。凌不疑出征前把私印交给程少商，两人对望的眼神拉丝了。那是子胜府邸的私印，子胜是要向少商交托家底了。你这般好，定要活着久些，不然我可就改嫁了，你不会有机会的。可惜了，后面的剧情就是虐的了。程少商和凌不疑分手倒计时，凌不疑程少商成婚在即，但是凌不疑血洗仇家，犯下重罪。女娘出嫁便就是把半生悬挂于朗旭身上，等成婚那日，我等你来接我。可惜了，
凌不疑即将大仇得报，但程少商也不再是霍不疑的心腹。而袁慎看到凌不疑的作为后，警告了一句：“你若只能是给他带来麻烦，我不介意取而代之。”而且程少商也想要听凌不疑亲口对他说出真相。子胜，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还有什么大事儿未曾告诉我？我平心再问你一次，你可有话对我说？其实凌不疑是霍冲将军的儿子霍无伤，无意间亲眼见到了姑父杀了他爹。原本的凌不疑穿着霍无伤的衣服出去玩被杀了，霍君华找到霍无伤后认出了他，也知道自己识人不清，猜出灵异有鬼。等到霍无伤大一点才回去，并且闹绝婚，让林毅见不到霍无伤，从而保护他。此后霍无伤顶着凌不疑的身份长大，活着的目的就只有复仇，找到证据灭林氏满门。但是没想到霍君华死了，他最后的信念没了。复仇和心腹为什么冲突？一是因为霍君华死了，霍氏灭门之仇他得要报仇；二是在小说里面林家要和郡主联姻了，如果他再不复仇，等联姻成功，凌不疑就属于杀害皇亲国戚了。其实第三就是程少商过门之后，凌不疑再动手的话，程家全家都会被牵连的。因为凌不疑是私下报仇屠杀大臣，程少商如果在他报仇前过了门，那么不仅是程少商会被连累降罪，程家也会受到牵连。一边是家仇，一边是此生挚爱，凌不疑实在是太难了。高田之后必暴虐，期待下5年后的重修旧好吧。